大家好，今天我想要为各位介绍的是设定支撑的一些概念。那不管你 3D 列印机有没有买过，其实你买到之后，你还是要利用切片软体去做一些支撑。当然啦，这种东西有时候你可能要自己摸索啦。不过我自己使用的一些情况就可以介绍给大家试试看。那今天呢，我就会用3种软体去做介绍。3种软体的原因是因为有一套呢，那个官方它就直接放在网站上，你随时可以抓。那另外2套就是你必须要注册登录，你才可以使用。对啊，你都不用任何注册，你就可以用的那一套，它的功能其实很强，但是它只可以让你用30天啦。我现在就直接点给各位看要去哪里抓。先讲第一套哈，第一套呢就是这一家公司，它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哦，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去网络上捞宝啦，因为它这边提供蛮多东西的。后来我就看到这个啊，它这边就有这个软体下载。那软体下载这2套呢，我有抓下来试过，你必须要有那个 USB dongle 才可以开啊。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一套。你都不用注册什么，你就可以直接下载下来试用了。另外我会很有兴趣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一家公司，就是说它这个软体好像是跟荷兰的公司合作的。那荷兰的公司我不知道各位想到的是什么。我自己用的一些花器是从就是荷兰的，我觉得很不错用。当然另外一个就是鼎鼎大名的艾斯摩尔，就是 ASML。所以我想说，这样的应该是类似的东西吧，所以我就很有兴趣想要把它抓下来试试看。但是我相信如果有抓过的人，你会觉得说，奇怪，怎么界面怎么怪怪，然后软体功能好像很多。当然那是很正常，因为这套软体其实是很强的，强到刚入门的人可能不知道怎么用啊。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那我大概呢就是会介绍这一套 Force 3D， 先从简介跟功能介绍，然后调整它的界面开始。那各位下载下来安装之后呢，大概界面就会像这样子。不过一开始的时候，它会要你选择机子啊，就是说选择说你的机器大概是哪一台。如果说你没有买机子，那也没有关系，你随便选一台，还是可以去测试它的功能。因为这一个东西，我觉得它功能强大到说一些支撑的基本概念你完全不懂的，你用这个软体去操作之后你就懂了。不会很难。当然，我要各位讲解的是说，其实我这个只是一个解说。如果说你想要知道，比较更深入的，你最好去参加一些线下的一些，就说人家有在开课讲解的，或是说只有拿机子可以给你玩的那种课程，去体验看，顺便也可以认识一些其他的朋友。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机子，如果说你没有机子，那你就随便找一台设定。那设定了之后会有什么问题？其实就是说你切片之后东西印不出来这样子而已，但是不影响你的使用。当然了，如果说你有去抓过其他套的话呢，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像这个是赤兔的，你会觉得说它的颜色好像比较，就是它的界面设计可能就是比较白啊。这边都白色其实我们可以先去调整它的界面，界面调整就在这里啊，像这个背景颜色你都可以调，我会把它调暗一点、直一点都可以。你看那后面那边颜色应该就有在变了，当然你也可以自定颜色啦，我现在是还没有弄得很细啦，平台成型色就随便改。好，你看这样颜色都变暗了。我是觉得它有些颜色的设定上呢，跟其他套比起来，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显眼，比较制式化一点。然后再来它的问题就是它的功能太强了。
强大到你可能没有玩过的，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干嘛。那你看这个啊，它这个支撑啊，它光支撑这边就提供给你那么多种了，什么建立独立支撑啊、鹰架支撑、内部支撑啊、塑形支撑啊、内部树状支撑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完全没有用过使用者，你更搞不懂，我干嘛搞这么多？当然了，它这一套软体的话，我看目前是只有在高单价的机种会随机附送，好像是没有卖啦。当然，我不晓得为什么说他们就直接把它放在这边给大家可以下载。但是你如果有用过的话，你听我讲过，你应该就知道说，其实3D 列印的支撑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为什么？你看哦，其实我今天要讲这个东西哈，它最主要是可以让我去讲解这个支撑的基本原理。因为呢，其实现在的那个 AI 很聪明啊，就是说有些功能呢，其实它就会帮我们做好了。所以其实它最重要的功能是这一个摆盘精灵。那在另外2套软体中，这个东西都是收费的功能啊。当然你如果说你是没有买过，那你只是想要大概了解一下到底在干嘛，那你就去找这个就好了。反正它可以给你试用30天啊，你可以先玩一玩。好，我们现在就放一些东西下来。等一下哦，测试用。那其实我们要摆零件就是这样子而已。你看它都这卖碟了，然后呢，它的 toolbar 这边，我们现在给它一下哦，缩放。好，太大了哈，再小一点好了，5倍。好，当然我们现在就是要利用它的摆盘精灵来为各位介绍一下大概这种做法的基本概念。你看哦，它这边哦，你要设定摆盘精灵的时候，它就会帮你说，这边就有好几个选项了：最少的支撑材、最快列印速度、最多物件摆放。但后面这2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啦。这个是那个孤岛啦，孤岛等一下会各位解说。那这个可能是我不晓得这个是什么功能我不晓得为什么只有留下这2个英文而已。再来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你支撑的设计。先看这边，就是这一个 Profile One。那预设 Profile One 其实就是你点开的就是这样子。它这边呢有一个基础的，你大概要在，就是说你的印台上面要几公分，几 mm， 这个是8 mm 嘛，然后你的那个支撑的密度要多大，摆放角度要多大，这是30度。那你支撑的那个柱体是要多，是这个吧？当然这个可以进去修正，你也可以新增。像我可以再新增一个，那你可以去修改它。你看它，所以我觉得它的问题点就是说，这其实是一套非常非常专业的软体。那你不懂的人，你就搞不清楚到底要怎么做。不过没有关系，就让电脑来帮你。那个东西就是这样子而已我就这样子，摆盘精灵。好，那我就随便选一个我支撑的参数设定。那这个支撑材，你看这个，我们你都可以去按哦。然后你看它就开始这个，
先让它跑一下。我零件可能放太多个了。好，你看，它就帮你把支撑整个设计出来了，就这样子而已，好简单哦。啊，当然你可能如果说你没有玩过的，你不晓得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啦。你看，它都会摆一个角度。你如果去看人家在讲这种列印过程的时候，他会叫你跟你说你要摆一个角度。这一套呢，软体我觉得它比较厉害，就是说。他都帮你算好了，大概哪边要摆下面，哪边要摆上面。但有时候会很蠢的时候，像这个脸呐、他就会把脸朝下。不过呢，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不知道支撑要怎么摆，你可以直接拿这一套软体玩一下，你看电脑帮你怎么摆，那你就知道要怎么摆了。有时候你会听到人家说，这种列印方式不要平放。不要平放原因就是因为你到最后你如果平放的话，像你这个列印的话，像有些零件啊哈，等一下哦，我有点忘掉它怎么调整了，因为这套软体我主要是要拿来玩它的观念啊，我都拿来玩它的自动，看一下怎么玩，自己再照着这种东西把它吸收起来。像这个面好了，如果说你把它平放的话，那你在列印过程，它可能后面会比较多的液体，就是说那个没有固化的液体会卡在后面，结果你在列印过程，它可能东西就会往下掉，所以说一般人家叫人家不要平放，然后再来是等一下会讲解的那个，就是贴底印会有什么问题，这个功能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直接去普罗森的网站下载啦。我不晓得他之后会不会说你一定要注册你才可以让你下载不过现在是不用啦。大家可以玩玩看。它里面的其实就是只有他们家自己的东西，但我觉得那没有什么差别啊。反正他提供给你了嘛。你有没有买他们家的东西？我觉得都还 OK， 但是。你如果真的一开始你不知道怎么印，或者说你买到机子你也不知道怎么处理，那很简单，你就去玩这一套，他这边就提供有摆盘精灵给你了。这个东西真的是蛮聪明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就是未来 AI 的一些走向吧。我觉得现在 3D 列印机还没有到达说你可以很简单的去，就是说达到你想要的，但是这些大概什么要点，就是说你大概要注意什么，在这一支软体下，它都已经。帮你写好了，你只要去点一点，它就摆出来。你可以去测试说，我这样这个摆法跟这个摆法跟这个摆法有什么差别？你都可以试出来，你根本不用自己在那边空想，你去玩一下就知道了。所以这套软体我觉得是很容易可以去了解怎么去设定支撑的一套软体。当然记得只能试用30天。目前的话我知道是好像是他们只有在高单价的机台会附送而已啦，目前应该是没有在卖啦。好，等一下就进入下一篇。Hello， 那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赤兔这一套。不过呢，这一套我只是要讲一下大概2个地方吧，一个是贴底印，一个是观看孤岛。因为这一篇我主要是要讲支撑的概念，那支撑的概念其实刚才讲的第一套软体，它其实就可以帮你去了解很多东西了啦。好，那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有看到说设定支撑的时候，那一套软体它其实没有去贴底印。其实有时候你会拿到一些物件，你把它抓到就是这种切片软体来的时候，它会直接像这样，它直接贴底。有些人可能就是拿到就很高兴，那直接就印了。直接就印会什么问题？你如果有去看它的切片设计的时候，它底部这边的曝光时间是比较长的，这边的曝光时间是正常，那会出现什么问题？
他们是讲一般他们是讲象腿啦，其实我讲的比较简单，就是说你这边的形状，因为过度曝光的关系，它会变比较肥，比较大，就是说跟你原本想要的形状会不一样。然后再来是它会硬很多，因为它这边成型的曝光时间比较长，所以它的硬度跟这边的是不一样的。那你在拆件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拆件呢，你可能就是会这边就会裂掉或断掉，所以很多人贴底印觉得好像很简单，有的时候我最方便，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好，另外一个就是孤岛的问题，像这个头发，其实它这种列印方式会有一个很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倒 V 的形状。因为我们印台它印台其实是这样子来的。我看一下有没有办法把它调成比较正常一点。等一下哦，它的印台呢其实是由下一直往上拉。我们在列印的时候，其实最怕就是这一种，我本来已经往下印了。结果这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它是往回去的地方，所以它跟它的列印机的运动方向不一样，所以你会变成一种倒 V 的形状。你从正常来看，它是一种倒 V 的形状。这一种话你到最后你列印就很可能会错位。所以呢，我们可以就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去看那个，等一下哦。就是我们一般会讲的孤岛，它那边就很容易形成孤岛当然，你要如果减少孤岛，就是你调整你的角度，通常是会用倾斜啦，然后再就是说，我们要在孤岛底下，然后就把它加一下支撑，像这种地方可能就要加多一点。当然，最好方式是调整角度啦。那你如果看到一些软体其实他们都会帮你把孤岛给显示出来像这个在拉，你看就发现了，你看那旁边有一圈，对不对？你要抓到它最原始的那个点，你就把它拉过来之后，你会发现它会慢慢集中起来，像这个就扩散出去，就表示说你只能支撑这在这附近是最好的，就大概是这样这个也是你看，大概就这样，因为这个我只是大概介绍啦，就跟各位说会有这种问题啦。你如果在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奇怪，怎么会这样子？这边可能你像这个头发，你到最后你印到最后就是会那个，就是这个会不见，因为我自己试过了，以前还不懂的时候啦。好以上就是大概赤兔的简单介绍。然后只是这个界面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啦，然后到底你觉得用怎么样？好，那各位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 Leech 这套软体，那中文有人叫它荔枝啦，我觉得都差不多啦。不过呢，它的功能其实跟前面两套一样大同小异，但是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功能，像它这个这个你只要抓下来之后，它这边就是会有布局跟导出你选导出的时候，它会有这种东西模拟。这个功能就很有趣了，你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玩玩看。你看我们列印机它就是载台，就是一直往上拉，往上拉之后呢，就会出现你要的东西，这个是模拟功能。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他帮你摆了一瓶可乐，真实世界的可乐不是，就是真实世界可乐尺寸。让你知道说你印出来的东西物品大小，可能就是接近在多大。不过呢，这种功能我觉得见仁见智啦，就可能你比较有个底吧。可是如果说你是要列印模型，或是列印战旗，各位应该知道。有两种比例，一种就是说，也不是讲，应该讲两种叙述啦
模型的话就会讲1:24、1:12、1:100、1:144，类似这种比例观念，或是1:35这样。啊，如果是战旗的话呢，你看他们在讲是什么？80mm、55mm， 好，或是更大的120mm， 哦，这是另外一种比例讲法。啊，接下来呢，还有一种人，他喜欢猎鹰的是什么？角色扮演用的真实道具、道具枪、面具、盔甲，这类的。啊，所以说你如果要很一个适用的比例的话呢，这种东西参考，我觉得就只是让你有一个参考性而已啦。你要把它弄得很漂亮的话呢，你还是要自己要有那种尺寸的观念啦。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功能，这样子。好，接下来就最后啦。其他，其实呢，支撑以外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玩啊，像挖洞啊、镂空啊，然后猎鹰参数的调整啊，这些呢，我就是建议各位可以去参考一些课程吧。我没有推荐课程哦，我没有推荐什么课程哦，我只是说大家可以去上一些参考一些实体的课程去参观看看，你也可以去摸到真实的机子啊，然后另外可以看人家怎么操作，说其他人怎么去操作，就大概这样。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介绍。